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郭正亮委员、黄伟汉先生、赖世宝委员、李彦秀委员、蔡壁如委员。好，那么约旦的美军基地被无人机攻击，民兵组织啦，那这个民兵组织说是伊朗支持的啦，那他很厉害，他怎么去把美军炸？他等于是一个自杀机，像日本那个神风特工队，他整个无人机下面装炸药就去炸人这样，那炸了死了3个人，美国人伤了40几个，那怎么会没有发现他呢？他是跟着美国的无人机，美国无人机出来，他跟着美国人就回去，所以呢，人家以为这是美国无人机，不知道后面还跟一个这个无人机，啪炸，那老美，你看老美现在在这个以巴的这个作战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死的嘛，对不对？没有了。乌克兰老美还没死一个人呐，对不对？怎么死了3个？对美国人来讲是天大的事情，不得了的大事。川普就骂这个拜登无能的家伙，害我们美国人死三个。美国的新闻啊，干嘛都用最大的篇幅，美国死3个人还得了，对不对？你什么巴勒斯坦死3万个人也不重要啊，3个老美还得了吗？那乌克兰死300万人也不重要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怎么办马上要选举啊，他们说这个可能影响拜登胜选或败选我们一个个看好，那么美国媒体说无人机袭击下没有警报，他根本不知道他来了就跟着就来了然后呢，美国国防部长说我们一定要保卫美军，美军怎么可以死然后呢，伊朗说不是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去搞这个民兵组织是我支持的，他做什么我怎么知道呢？我也不知道美国跟伊朗现在都不想把战事扩大了都觉得说，因为对美国来讲，真的打起来是不是一定赢他这个影响到选举但是不报复也不行所以呢，打不打伊朗就是拜登的连任关键，所以美军可能采取隐蔽行动，就偷偷把你打一下，但是不要大张旗鼓，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他有3个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攻击这个伊朗支持的这些基地；第二呢，就直接对伊朗打击，这个很严重；第3个就不回应，不回应好像也不好，所以他现在轻也不得，重也不得那英国前驻联合国大使说，美国24小时内就应该会回应了，否则的话，美国也不要混了那另外呢，外界担心会不会变成全面战争，战争又升级了？我们看一下。镜头前，这辆白色轿车引擎盖扭曲变形，部分车壳掉落在地。这里是以色列北部港口城海法，当地时间29号发生攻击事件，造成1名以色列士兵受伤。事件就发生在约旦美军基地遇袭不久后，现场拉起封锁线，气氛紧张。President and I will not tolerate attack on U.S. forces, and we will take all necessary actions to defend the U.S. and our troops. 美国防长奥斯汀返回工作岗位，首要任务就是针对美军基地遇袭事件做出回应。这起攻击造成3名美军士兵阵亡。美军现在不只公布画面，也着手规划可能的反击行动。That could include something similar to Operation Praying Mantis back in 1988 whe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struck at Iranian naval vessels in the Persian Gulf. Well, the 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has its own navy. 澳洲智库专家认为，美军不太可能只针对伊朗代理人发动攻势，因为最近几次袭击胡塞组织效果并不明显。但直接空袭伊朗又怕战事扩大，若打击伊朗海军，一方面能避免地面衝突，示警伊朗之余，还能维护国际航运安全，是美军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式之一。ما به دنبال تنش با هیچ طرفی حتی با دولت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و خارج از منطقه نیستی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不过，伊朗外交部第一时间跳出来澄清，显示伊朗也不愿与美军开战。但伊朗旗下武装组织却说，美军一日不撤，攻击就不会停止。加萨冲突引爆的中东战火，随着美军死亡正迅速扩大中。好，那么有专家讲这英国的专家国际的刑事专家，他说这个目前的情势比1914一战。1939年2战的时候还危险，因为大家有核子武器特别是乌克兰跟台湾议题上要很小心。老沈，这种专家胡说八道。好，不过我先告诉你个秘辛你晓得伊朗最后一个国王曾经是我的病人。巴勒维
50年前的事情。这个细节我们下了节目我再告诉你。好，但是没有牵涉到医病的秘密这样。还好了，不是啦，这个总是人不在了嘛，已经不在了。对，不重要。娶美国老婆是不是他？他老婆很美但是我觉得约旦不是伊朗。但是我觉得伊朗就是莫萨德总理下来以后啊，这个伊朗从此就是老美的仇家了。那我觉得伊朗是很重要，为什么？地缘是很重要啊。然后呢，它有的是石油，很多石油，而且有核武，人也很多，而且宗教信仰非常的极端跟深刻，所以老美其实拿他没有办法啊。这个年头是打人啊，跟挨打都有学问。那伊朗政府切割的这么快，就好像王毅跑了半个地球，到处都讲一中，就给老美讲说，你不能他是没有讲的了，但是其实他知道台湾的台独分子是没有什么前途，他也不害怕，但是他怕不小心。这个台独的野心分子不小心的话，往前跨一步，那我就不得不出手。那我老中出手，我就毁了自己，就上你老美的当。所以现在伊朗很聪明了，伊朗就是说赶快切割，跟我无关，表示什么？表示伊朗还不准备跟老美开战。他跟老美开战，他倒霉啊，他倒霉。那讲到拜登呢？拜登现在很麻烦啊，因为现在民调他是落后川普的，所以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打了一定要赢赢了，但是要看后果，还要看那个并发症有多少。所以这个其实没事最好，有事对他的整个年底的选情是不好的，是不好。所以呢，我同意了，他大概会偷偷摸摸做一些小动作，给大家一个交代，但是没有严重的后果。这个郭伟。目前美国是在评估几个方案啊，第一个就是打这个在阿拉伯半岛的这些民兵组织啊，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固定的据点，而且他们预期美国会报复，所以他们已经都离开叙利亚跟伊拉克了，所以你现在怎么去找他啊？那第二个是目前有人在讨论啊，说伊朗的革命卫队在这些地方有一些军事顾问团。那上次就被炸死一个团，那可能会以这个为目标了啊。那另外经济制裁那个这个比较没什么。这个问题是啊，因为美国是先炸死人家一个军官顾问团，所以他们也生气了，才采取这个行动。实际上这个是10月7号哈马斯打以色列以来啊，第一次有美军死亡啊。美军事实上已经被攻击66次，为什么这次有人死？因为他是深夜攻击，所以我认为他们也是在报仇。他白天攻击不会有人死的啦，因为会有进入防卫状态，而且你可以躲避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伊拉克这个民兵他用深夜攻击，因为大家在睡觉嘛，就是要让你死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火已经烧开了啦。比如说，就像那个也门的胡塞武装，他直接打美国军舰呢，是被美国军舰拦下来啊，他怎么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都动了火气了。所以美国如果还击啊，我认为不会结束，他们会继续打，就战争就扩大延长，对，就会扩大，就是这样。而且他们也算到拜登不敢继续扩大，所以他们一定会再还击，就是这样。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伟汉。因为今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虽然现在才1月底，可是11月要选。那美国的国人他会希望总统是可以保护美国的。当美国的权益受损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美国的军人在海外被打死了。可是你又发展了大的军事动作之后呢，接下来会打仗都是打钱啊。你财务跟财政影响的话，那你年底又怎么选你呢？何况现在川普的那个民调还是领先拜登的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拜登来讲，应该是一个烫手山芋，非常难处理，不能没有动作，又不能有太大动作，还不能有全面的动作，这可能是现在目前比较为难的地方。那位，现在来看的话，就变成是要共和党已经画下，共和党就说要打回去啊，一定要打回去啊。那拜登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一定要打。可是规模多大，当然很怕变成你刚刚所提到的，会不会变成世界大战？那第3次的世界大战，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了哦。那你这个如果真的打下去的话，真的如果直接打伊朗，或者跟伊朗的相关组织有关系的话，那整个可能变成会跟全世界的阿拉伯国家就起冲突了。这个面积这么大，那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你拜登怎么去
你怎么去这个适应这个事情？而且马上10月选举了，他现在来讲，我认为他一定会打。就只是怎么打而已，你要打什么地方？直接打伊朗呢，或者打伊朗后面对不对？或者打民兵组织呢？这里面来讲，都是经过仔细的评估、仔细的考虑。因为旁边的共和党一定呛虾，一定害怕，一定害怕，不怕比赛里这种东西，老百姓你看嘛，你可以想想。都说直接打伊朗，对嘛，就是最好是直接打伊朗。这共和都这样讲的嘛，一定要共。就像那个哈马斯去打以色列。对不对？死了多少人？一定要10倍、100倍报这个偿还。那现在死了3个老美，伤了40几个，美国一定要打到起码你死30个人，甚至死300个人，他才跟美国人有交代。你看我们一个人换了100个，否则的话美国没有办法交代。来，这个燕秀，我觉得全球4大火药库2个已经引爆了，那另外2个其实也还是在很紧张当中。但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其实美国就地缘政治跟国际局势，再加上他今年年底的选举，他当然希望战争控在可控的范围，但是其实中东的变化其实瞬息万变，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究竟有哪些事情我们要特别关注？特别是520交接现在还是看守期，我们现在的赖主席，未来的赖总统，他是一个有可能会讲话会暴走的人，这个对我们来说，包括美中的局势的变化，我们接下来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赖清德跟蔡英文一定要有一定的跟美方也好，跟对岸也好，也一定要有一定的沟通管道。这2天无论王毅跟苏立文谈了12个小时，我觉得谈的范围一定很多，有一些需要中方的支持，或甚至中方要保持一定的中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沟通的空间，特别在国际的变化，随时都在变化当中，好吧？国际在变化，台海有没有变化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世界局势啊急剧在变化啊。台海呢，日本媒体说，裴洛西访问台湾以后，4艘老共的军舰在台湾的周边常态部署，哦，那在哪里部署呢？一艘在日本最西岸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周边，一艘在与那国岛跟菲律宾之间，哦，另外呢一艘在台湾西南方，哦，另外呢在钓鱼台西北方，哦，4艘哦摆在那个地方哦，那护卫舰主要是护卫舰哈，常态部署就不走了哦，然后也经常过中线，就把你造成变成一个事实啊，既成事实 ，new normal 啊。那学者说，他要营造在台海既定的事实啊，其实我就讲了啊，就是造成我就是这样子了，这就是一个新的状态啊。因为呢，他来的时候，老美好像觉得好像有一点理亏啊，也不好讲什么，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在这边了啊。那所以呢，民进党现在也挺蔡英文去登太平岛，民众党说你好好考虑哦。那当然，媒体是说你又不承认宪法1中，你怎么宣示太平岛主权呢？哦，还是可以宣示了。我觉得去宣就是太平岛是我们的嘛，所以我们才派的这个海巡署去啊，甚至将来不排除再恢复成陆战队啊，然后机场的跑道也严啦，海港也修好了，大型的舰也比较大型的舰也可以去了哦。那为什么不能宣示呢？这就是去就是宣示了哦。它距离台湾高雄有1600公里哦。飞机飞4个小时哦，其实也还好哦。好，那么到底现在共建的状况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共军扰台步步进逼。日本媒体报道，自2022年时任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共军开始以4艘护卫舰在台海周边常态部署，其位置分别在冲绳周边与那国岛和菲律宾间，在台湾西南方或北方海域1艘，在钓鱼台列屿西北方也有1艘。它等于是以实际的行动否定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有依据自身法令宣布这个临街区甚至于临海的这样一个作为，所以他不但是想要在台湾周边创造一个对他有利的新现状，甚至不排除他以后会利用这个驻守的军舰，逐渐的朝我们的临街区压迫，甚至于开始进入临街区长期的巡弋。学者点评，一切就是对岸惯用手法，破坏现状，改变现状，走了就被合理化。来，蔡委员。
哦，这个共军绕台应该已经真的是变成新常态了啦。啊，但是就是说520以后，这个赖清德的政府上来以后，他会不会就是跟着之前蔡英文的脚步走嘛？蔡英文看起来就是让共军这样绕台，他好像也变成一种 new normal 嘛，大家都，而且最重要的，之前一阵子有个民调说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还是有将近70%的人，69%的人觉得两岸不会有战争哦。这个好像是选完的第二个礼拜做了民调哈，那所以呢，大概就是说赖清德上来之后，他会不会这个台独的身份又开始恢复了，台独的语言又开始来散播哈，还是说他就照样遵从蔡英文的？那蔡英文的路线，他就放任这个中共共军绕台，那他就一直偏向美国。那现在看起来是中美的关系缓和之后，是不是以后中美要共管台湾哈？这一点，那另外一点就那个赖清德的态度就变得是很重要了，因为他是一个就觉得他是一个台独的一个分子嘛，所以这是大家比较能够拿出来的。那接下来好像台湾人就觉得说啊，谁来当总统，好像两岸都不会发生战争。像那个民调，我是觉得这是蛮有趣的啦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会是赖清德政府上来之后要好好的面对台湾跟中共的一个关系。老沈，4艘舰放在这边什么意思？我觉得老共是不想打的啦，他是摆个样子哈，因为他晓得老美想要引诱他打台湾，因为他真的动手打台湾啦，他就自己就毁了，就是老美的奸计，但是呢，他又不能讲得很清楚。不过我讲太平岛，我最近对太平岛很有研究，因为我想到说台湾在未来短期内如何在美中的大矛盾之下自求多福，有3个模式我们可以做参考，一个是太平岛，一个是越南，还有一个是辉达 NVIDIA 就说你再怎么禁我东西都可以卖去啊。那这个越南就说你以前把我搞成一个战场的废墟，但是我现在两边因为地缘的关系各得其利。那太平岛就奇怪了啊，太平岛我们过去的总统有2个，一个陈水扁，一个马英九，都去过太平岛。他们去太平岛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卸任的。他们去了以后，马上就大概1-2个月就卸任的。为什么？就是如果有什么后遗症，没有办法追究，老子已经不是总统了。第二点呢，美国都很犹豫，美国从来没有开口说 OK 你去，但是他们都去了。但是陈水扁去的目的跟那个马英九是不一样的。马英九去了，热等公告前面演讲，讲到主权的部分他是有讲，但是不长。他讲到的是南海倡议，共同开发啦，共同什么一大堆。那你觉得老总统回应很聪明的，老共就讲太平岛是我们两岸祖先遗留下来的给我们的资产，我们两岸一起维护。这个是不是很接近马英九版的9日共识？你现在去想一下，真的那是所有有纠纷的地方，太平岛是唯一马版现在已经不香的，大家不理的9·2共识最接近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主权，都可以说，你去查维基百科，他们都讲主权是 dispute， 就大家都是生索国了。不是，都生索，不是只有两岸啊，越南啊、菲律宾啊都是。但是现在治理的单位是台湾，所以很像啊，真的很像马英九的。那你看这个，现在问题是蔡英文啊，不像马英九，因为蔡英文的身份、蔡英文的定位，还有在老共目前眼中的定位，不是马英九。你去了，我刚才这句话不能讲，他刚以前讲过的话不能讲啊。如果你去再回来都没有事情，老共觉得说，我有一点示弱啊。那老美当然维持过去一个人的立场来讲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好不要去。所以现在我觉得蔡英文是陷入常考。我们要赌一下，我来赌一下好了。我觉得他恐怕不去。为什么？因为老美不希望他去了。老美那时候也反对马英九去，马英九受到很大的压力，不给马英九去。所以为什么都到最后1年，反正不甩你美国了，所以最后才去。再任上去，老美都会反对你，因为老美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说很复杂嘛。那我们自己想想看，原来这个地方现在原来叫11段线是国民党当时画出来的。
国民党那时候在大陆，其实跟这些国家比，国民党那时候也不强啊，哪有强呢？他都敢把它11段话出来，都是我的。现在老共比当时的国民党强多了，以今天老共的实力对比，对不对？他怎么可能放弃呢？虽然他现在变成好像9段是吧？9段线不是11段，但是基本上还是按照国民党当时11段线画出来的嘛。哦，所以如果马英九那个时候呢，到最后都敢不听美国的话，蔡英文敢不听吗？蔡英文想说，我已经什么都听你，我已经听了你8年，我干嘛在最后跟你翻脸呢？所以蔡英文去不去？你觉得呢？我跟你赌，我认为蔡英文会去。哦，为什么？你赌没有用啊！你都退选了，你还赌个屁啊！你为什么你会蔡英文会去？等一下会讲，后面的节有啦。对，不要插了。我让最后写历史啊，人家一定比较啊。陈水扁有，马英九有，为什么蔡英文没有？为什么蔡英文没有？你都落水啊，你输人家了，你还讲，对不对？所以你的想法是，如果你是蔡英文就去就是了。如果蔡英文去，为什么啊？你照料外面有什么样的话，就赖清德擦屁股就好了。这你看下面的你啊，这么简单的逻辑，这么简单的逻辑，而且不要忘了马英九去那里干什么？讲说这是岛屿，那时候大家在争，它是岛屿还是礁？现在说是礁嘛。那我们讲去岛屿，说这是我们的地方，我们有住人，还要驻陆战队。这个你要对主权的宣示很重要。蔡英文不是讲他可以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捍卫台湾的主权，这就是主权啊！他怎么敢不去？这国际把它当成一个礁，很好笑。它怎么会是个礁呢？它当然不是个礁嘛，礁是一个石头，几个礁石这样。它机场还那么长，你看到没有？还有机场啊，还有港口，它怎么是这个像是个礁吗？像个礁石吗？蓝秀，你觉得？我们花了17亿哦，整修了跑道，把码头建起来哦，所以这个当然该去，因为这个是民进党长期在讲捍卫主权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宣示主权最好的地方哦。2008年，无论陈水扁的南沙倡议，或者是马英九在2016年卸任前南海和平倡议，其实那时候美方也给马英九很大的压力。没错，他说你是在错误的时间，在对于区域发布错误的讯息，所以当时压力是多大？但是蔡英文在等什么？他要去要说什么？内容要说什么也必须要老美同意他才能去，内容必须要审核过他才能去啊。所以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太平岛是我们的主权。我觉得对于领土这些主权，我觉得不应该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但是它后续衍生的相关海洋跟南海之间相关各国的一些海洋之间的权益，我觉得确实是比较敏感。但是对于领土来说，这是没有模糊的空间。你觉得蔡英文会去吗？刚刚那个宝哥在讲，一定去。大家都突然震惊了，因为主持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跟观众朋友先科普一下哈，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总统哦，陈水扁在2008年的2月2号，也就是立法选举，当时立法委员跟总统是分开选的。1月立法委员的选举，国民党选了80几席，民进党大败。3月马上马英九要再跟谢长廷选，看来是不可能赢的状况之下的时候，阿扁去登太平岛。2008年的2月，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呢？是陈水扁他要去美国，连过境都要迷航，阿拉斯加给你落啊！是跟美国关系很不好的时候，好，其一，其二，马英九在2015年的11月7号去新加坡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12月他就想要去太平岛，就是刚刚大佬讲那一段南海的问题，老祖宗交代下来，老祖宗，所以两岸都是一中，哪一中再来讲，就是两岸是一中的状况之下的时候，中国大陆并没有反对马英九登，谁反对？美国反对，所以当时美国有个奥巴马时期的白宫的这个国安会的资深的顾问主任啊，他叫做麦爱文，他来到台湾，马英九还赠勋给他，可他人在台北，他反对。就是刚刚讲的错误的时机判断，马英九很生气。你不讲还没事，你一讲，隔年2016年的1月28号，也就是选完总统之后，确定蔡英文总统当选赢了这个朱立伦，他就去了。那一趟当时我是总统府记者嘛，因为那个413洞没有办法太多人去，大家还抽签。那请注意哈，这两个状况，马英九跟没有，我自己是会长，我没抽到，我们公开嘛，好像是林尚云抽到 TVBS 了哈。OK， 好，那所以当时马英九去了，阿扁也去了，美国都反对。美国反对这个事情，造成南海的区域紧张。美国反对中华民国的总统登上去之后呢，造成了好像中国不管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南海有这个影响力。可是现在的状况呢？因为蔡英文毕竟是第一个讲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中华民国总统啊，他的认知完全不同。然后第二个总统府到现在为止对外都说还没有安排，但他也没有否认一定不会去。
是有2个民进党立委公开说支持蔡英文总统去。这立委会公开这样讲，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通常赖瑞荣啊，还有许志杰啊，对，都不重要，不是的，你不能讲，大佬你不能讲，但是立委那几个的不重要，不懂啊。任何立委都有基本 sense， 因为太平岛太敏感了，如果总统府绝不可能去的时候，我是看陶某跑出来讲，太平岛属于高雄旗津，是啊，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如果来观众朋友，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讲那么多，那可能以后我们再谈。如果美国现在对于中华民国的总统登太平岛的想法跟过去阿扁跟马英九时期并不一样的话，那我觉得蔡英文就有可能去了。也就是说，美国并不反对蔡英文去，宣称他是中华民国所有，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时候，美国就未必会反对。当然，以往的话，美国2次是公开反对，这个是基础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好吧，所以蔡英文去不去也是一个指标。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大家读。